这一期视频是卡特兰的一个养护概述，大致包括基本常识、基本养护，最后是我的一些养殖体会吧。先说基本常识，卡特兰呢也叫加德利亚兰，是兰科卡特兰属。平常我们说卡特兰一般会包括原生种、园艺杂交种以及一些近缘品种。原生种是分布在中南美洲的热带地区，大多数生长在热带雨林的树干上，或者是在岩石上，属于附生兰。假鳞茎通常胖胖的，有各种形状，比方说棍棒形、圆柱形、纺锤形等等。一般是有1到3片葛质的厚叶，就是它那叶子很厚而且很硬。假鳞茎是存储养分水分的组织，开过花的假鳞茎就不再开花了，但是可以给新芽提供养分。有时候会发现开花的那个假鳞茎胖胖的、光滑饱满，而周围一些老的开过花的可能有点皱巴巴的，那就是老假鳞茎把养分集中供给开花的那个。卡特兰的根如果烂没有了，恢复起来要比蝴蝶兰快，就是因为它有假鳞茎存储的养分。卡特兰的花是从假鳞茎的顶端长出来的，可以是一朵，也可以是好几朵。花相对于其他兰花来说非常的大，色彩丰富，而且大多数都有香味儿。卡特兰的花呢也不都是超级大，因为卡特兰植株本身还有大小之分。相对于卡特兰的植株来说，如果您希望花比较大，那就挑选那些单叶品种，就是一个假鳞茎上面只有1片叶子的花，通常比较大。有2到3片叶子呢，花就会小一点，但是花小数量多，凑在一起也很好看。与蝴蝶兰相比，卡特兰的花期就太短了，这是一个遗憾，大概3周左右。好在大部分都有香味儿，还挺不错的。不同的品种开花的时间也不太一样，甚至有一些1年可以多次开花，所以1年4季当中都有可以开花的品种。不过绝大多数还是集中在春秋2季。通常是假鳞茎的顶端先长出花鞘，花鞘长成之后，在花鞘的里边，假鳞茎的顶端那个位置分化花芽。分化花芽的速度有快有慢，有一些花鞘一长成，内部就能看到花芽已经在分化了，而有一些花鞘长成了很久，里面都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其中有一些花鞘空了很久之后，还是可以开花，但有一些就永远不开花了。一般来说，花鞘长成之后可以开始催生花芽，通常的做法是让它晒更多的太阳，当然这个是以不晒伤为前提的。停止使用促进根叶生长的肥，可以给开花肥，但是一定要控水。具体可以这样，不要去泡盆，植料全干之后呢，浇一点点水，水穿盆而过，流不下太多，也可以稍微喷一点水。总之就是给的水呢不是十分的充足，略微缺那么一点点。它的老的假鳞茎微微有点皱也不要紧。如果观察到花芽已经分化完成，这个时候要水肥充足。对着光观察花鞘的下面假鳞茎的顶端，如果那儿看到有黑影，就说明花芽分化完成。卡特兰的花如果按照花色来分，可以分为单色花和复色花2类。卡特兰的根是粗粗的，有根背，跟蝴蝶兰的根长得很像。卡特兰是合轴生长型兰花，就是它的假鳞茎的基部从旁边会生长出新的芽儿，长成新的假鳞茎，而不是像蝴蝶兰那样是从叶心里不停的长新的叶儿。像蝴蝶兰这种叶心里长新叶，花从花茎旁边出来的是单轴生长型，而像卡特兰这种合轴生长型的，因为是从旁边不停的生长新的假鳞茎，所以就可以做分株繁殖。
分株繁殖是我们在家里自己就能完成的。好，上面就是对卡特兰的基本认识，接下来说卡特兰的养护，会大致按照它的光照、温度、水肥等这个顺序来讲。先说光照，在我们所养的这些兰花当中，卡特兰算是比较喜光的一类，半阴的环境比较合适它。一般来说，光照的强度要根据温度调整，通常冬季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基本上可以不用遮光，而春夏秋3个季节最好遮一下光，大概遮50%-60%的样子就差不多。如果光照过强，重则烧伤叶片，轻则呢叶片会太黄，以至于会引发疾病。一般来说，叶片的颜色是绿中微微带一点黄，这个程度就已经是光比较强的程度了，不能再强了。如果光比较弱，会造成植株徒长，叶片比较单薄，最关键是不容易开花。卡特兰的叶片也是有趋光性的，但是它的叶柄又不是很灵活的那种，所以植株如果经常因为要找寻光源嘛，转来转去，它的叶片会被扭伤。所以卡特兰最好不要经常搬动，方向最好是固定。卡特兰是喜欢温暖多湿的环境，生长室温大致在12到30摄氏度。不过因为品种分布比较广，这个是有差异的。具体的生长室温要根据具体的品种来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最好低温不要低于10度，有一些品种低于8度就有可能出现寒害了，而有一些比较耐寒的品种可以忍受到摄氏5度。卡特兰通常喜欢昼夜有比较大的温差，夏季高温的时候只要给充足的水分，注意通风，注意防晒，一般问题不大。冬季低温的时候主要是注意防冻，可以晒，一定要控水停肥。在浇水方面，如果让卡特兰2选1，就是从根部给水和空气湿度2个当中选一个，卡特兰更喜欢空气高湿，所以在空气湿度比较大的环境当中，根部的给水不是很严格，差不多就行。而根部过湿特别容易烂根，所以相对的来说，卡特兰的给水方式多喷少浇，在生长旺季可以每天喷好几次水，但是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多喷少浇，每天好几次喷水不一定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可以变通一下。比方说在它的周围放置水盘，以增加空气湿度。还可以参考一下这一期里介绍的方法，用这个方法养的卡特兰根非常的好，关键是非常省心，不需要太多的喷水啊、浇水啊这种事情。卡特兰对水的需求有明显的节奏，在夏季高温生长旺季，需水量非常的大，可能2-3天甚至1-2天就可以浇一次水。而在慢速生长期或者说休眠期，给水就要非常的少。浇水最好是用那种淋水的方式，连叶子一起浇到。浇水最好是白天浇，不要晚上浇。这一方面是因为夜里有积水容易滋生细菌，另外一个方面是影响它的气孔开合。跟蝴蝶兰一样，卡特兰也是景天酸代谢模式，是在夜里打开气孔。卡特兰有这么几个需要控水的时段：一、冬季低温，它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控水。如果您家里冬季温度不低，可以不控水。二、花后休眠期，控水大概40天左右。三、分株之后控水2-3天到2-3周不等，这个主要观察植株的情况，如果它已经在积极生长，那说明它适应得很好，可以开始给水肥。
如果是花后换盆，大致还是要按照休眠期的这个长短来对待，就是控水40天左右。4. 花芽分化期控水，花芽分化完成之后控水结束。卡特兰对植料的基本要求是希望排水良好，疏松透气，使用树皮或者树皮混料、水苔等等都可以。我自己感觉树皮混料比较好，纯树皮也行。纯树皮的可能浇水的频率要比树皮混料稍微高一点。树皮混料里面的椰壳不要放太多，如果椰壳太多不太容易干，就容易烂根。卡特兰的水培我只曾经非常短暂的试过，没有持续，感觉不算太省心。再另外就是水培的可能给肥要比植料盆栽的略微多一些，因为用水培它的共生菌很难起作用，共生菌需要有东西去分解才能给卡特兰提供营养，如果只是水没有植料，相当于无米之炊嘛。从共生菌的这个角度去考虑，还是植料盆栽的更省心一些。植料盆栽的大约2年左右换一次盆就可以。换盆的最好时间点是在花谢之后和春季，应该说或者春季，这两者2选1就行。当然如果花谢之后正好是春季，那就更好了。换盆的时候，如果植株足够大，可以顺便分下株，不要使用过于大的盆，大盆不利于开花。卡特兰的给肥自然也是薄肥勤施，因为卡特兰能够依靠共生菌获得很多的养分，所以人工施肥可以相对少一些。刚刚前面也说到，共生菌要起作用，植料里头必须要有有机质，比如说树皮。肥可以只使用一种通用肥，也可以分开促花肥和促进根叶生长的肥分2种。如果使用通用肥，在促进花芽分化阶段要停肥；如果是分开2种肥，在花芽分化阶段可以给开花肥，停止根叶生长肥。施肥的频率或者说施肥的节奏要跟生长的节奏一致，生长旺季施肥的频率可以大一些，生长淡季可以减少甚至停止施肥。生长旺季可以放一些固底缓释肥，同时还可以给液体肥。液体肥可以是根部施肥，也可以是叶面喷肥。缓长期、休眠期需要减肥或者停肥。需要停肥的大概有这么几个时段：温度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停肥，花期停肥就是正开着花的时候停肥，大致也就是3周左右的样子。花后的休眠期要停肥，大致40天左右。那这么说，其实花期到花后休眠期就连在一起了，40天再加上个21天左右，这就2个来月不用给肥。换盆之后最好也暂停一下肥，看到它开始生长之后恢复给肥，尤其是有分株的最好先停肥。这就说到繁殖方式了，在家里非常容易做的就是分株繁殖，而其他的像组织培养、种子种植之类的方式，我们在家里可以直接放弃。分株之后前几周最好是适当的遮光，多喷水，少浇水，完全不给肥。看到有生长之后恢复正常养护，长新的芽或者是长新的根都可以。卡特兰对通风是有要求的，通风良好忌闷热，因为在它的原生环境当中有很多是附生在大树之上或者高高的岩石之上。养了这段时间，我的感觉是卡特兰还不算难养，复花也比较容易，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容易烂根。所以在需要控水和停肥的那几个时间段，
一定要控水和停肥。在生长缓慢期和休眠期，保持植料偏干比较好，否则很容易烂根。不过也有好的一面，到生长旺季的时候，卡特兰生根的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它的假鳞茎储存了足够的养分，所以可以很快的长根。有一些品种，它的假鳞茎特别喜欢横着躺着长，这一类的卡特兰不要使用透明盆，假鳞茎很有可能钻到盆里面。不要频繁转动盆，不要频繁换方向，以免因为叶片的趋光性而扭伤叶片。卡特兰可以养在室内，也可以养在户外。养在室内最好是靠窗的位置，一方面是光足够强，另一个方面通风会比较好。养在户外，高温注意遮光，低温注意防冻，还要注意防虫。虫还尤其喜欢咬花芽儿，防虫的办法呢，一是可以放置驱虫的药，再就是经常喷一喷杀虫药。好，关于卡特兰大致就总结了这么多，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谢谢收看，下期再见。